Hi,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大家好久不见我真的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上影片了，让大家等这么久，非常的抱歉。不过这之间其实也发生不少事情啦。首先呢，就是我的笔电啊，它因为故障了，所以我送修它。那这前后大概花了1个多礼拜吧，来回这样。那因为我笔电送修，我必须要把我的桌机搬出来，不然的话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哦。那为了要摆我的这个荧幕啊、什么键盘什么的，所以呢，我又必须重新把我的桌面安排过。那由于呢，这个电脑荧幕啊，它没有办法像笔记型电脑这样，就是想要收起来就收起来，所以它就占据了我桌面将近有一半的空间，导致我现在就是拍摄的范围变得很小但也不是说全都没有好处啦。比如说，我就拿出这块垫子就是铺在我桌上，那我就不用再特别拿那个什么占卜布啊，或者是一些有的没有的小道具啊，然后在那边排放啊，看画面漂不漂亮啊，和不和谐等等的哦。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有一位朋友，他突然有一天打电话给我，然后跟我说，罗丹，我分手了，然后现在心情很烦，这样。我说，好，那现在你打算怎么样？他说他想去散散心。我说好啊，很好啊。那他又问我说，那你要陪我吗？我说，好好。结果他就跟我讲，好，那几点几分的车子，然后哪一个班次，然后我们上台北。我说，上台北，好好。所以呢，就从我接到这个电话，然后一直到我上车的时间，我才剩下2个钟头左右吧。然后我要订票，我要收行李，然后要赶快就是张罗一下。我根本还没有想清楚，然后人就跳上车了，就到台北了这样。那我大概就在台北也游荡了5天，然后才回来。不过我一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非常不巧的。我有一个翻译的 case， 我必须要在1月底的时候交件，所以导致呢，我一直弄到今天我才有时间真的来好好的拍摄我的影片这样。那或许可能你们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啊，已经2月不晓得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大概4号、5号之类的因为我的所有的影片都是一个人作业，从头到尾，从拍摄啊，然后到剪接啊、配乐，然后甚至于上字幕，还有最后的翻译等等，就是我没有小帮手所以就需要非常多的时间这样，所以要麻烦大家就是多多包涵。好，那今天呢，我要介绍的这个牌呢，它并不是塔罗牌，它是一副神谕卡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也是一个安排吧，因为在我上一支影片呢，那个The Forest of Enchantment Tarot 底下有一位朋友他来给我留言，然后说我将来会不会有机会做神谕卡的开箱介绍这样子。首先我要感谢这位朋友就是一路以来他就是一直 follow 着我这样，可是当然我也知道啦，就是一定也有一群就是默默的朋友们，就是躲在背后，然后一直关注着我这样子那我要很谢谢大家的支持，就虽然说我还很小咖，没什么订阅者好，那这位朋友他因为他的留言就让我也思考，对啊，我会不会我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下这个神谕卡的开箱介绍不过神谕卡它跟塔罗牌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塔罗牌它有一个固定的系统跟架构在我们知道它会有大牌跟小牌，那小牌又分了4个元素，所以呢一共它有78张就大体上都是这样子那不论说你再怎么推陈出新再怎么设计，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样子的架构跟传统，所以即便我拿到不同的塔罗牌，我要介绍的时候，其实我不会觉得太困难，因为我只要照着这个架构走就可以。不过神谕卡它就没有这样子的框架，它完全可以依照设计的人创作的人，他想要传达什么样的理念那他可以设计他自己的一套神谕卡，而且呢这个张数也没有
没有什么规定，所以有的神谕卡可能是30张，有的40几张，有的50几张，还有更多的。好，那每一套神谕卡，它都会有它自己独立的哲学系统，所以我可能会，如果说我要直接开箱一个神谕卡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只是说我可能就会讲得很没有组织，因为我不了解它的系统是什么。好，那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神谕卡的话，可能就是要稍微了解这副神谕卡在说什么。好，那它是以什么为主题，像是爱情啊，还是疗愈啊等等之类的，或是人生方向之类的。那比较适合用介绍、赏析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哦。好，那在我开始介绍之前呢，我先来一段那个工商时间，就是这段期间呢，其实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虾皮上开设了一个服务的平台哦。那大家可以就是去逛逛我的那个平台哦。我分了很多的细项，比如说感情类别的啦，朋友类别的啦，工作财运类别，甚至于还有自我探索等等。那其中呢，我也按照了不同的牌阵去分类。那每个牌阵我都有非常清楚的介绍哦。就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欢迎到我的虾皮卖场上面去选择你需要的服务哦。那当然，这个连结我也会把它摆在那个说明栏里头哦。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多来逛逛，然后或者是帮我宣传分享哦。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进入主题。好，那这套神谕卡它名字叫做 The Price of Love Oracle 哦。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爱情的价钱或是爱的价格神谕卡之类的。那我是把它翻译叫做爱无价神谕卡哦。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网络上影片看到有人在使用，那我就真的是对它一见钟情哦。不过因为它是一套私人牌卡，私人出版的牌卡，所以它不像就是大众的牌卡那样你随处都可以买得到哦。它能够获取的管道比较有限。那最初呢，这副牌卡它是在2019年的8月这个作者Crystal Banner 他在那个美国的一个大众集资的网站这个 Kickstarter 上成立的专案哦。那我看到它的时候呢，它已经卖完了，就是第一版的印刷已经卖完了。那我整个有点就是傻眼，觉得怎么办？我会不会跟他没有缘这样？不过后来呢，我得知说，作者他要再做第2次的印刷再版那样，于是我就非常的期待啊。但是真的拖了好久，一直拖到去年的年底2020年的年底，然后才终于有了消息。然后于是我就赶快订购它。好，那我也是最近才收到它不久哦。那我刚刚不是有提到说，就是我那个感情出状况的那个朋友，他就是临时把我拖去台北这样。好，我就是在收行李的时候想说我的朋友可能情绪不是很稳定，那我带个几副牌在身上好了，以备不时之需。那这副卡呢，就是我其中一个我带在身上的卡这样子。那在火车上就是要消磨时间啊，那我就把这个卡的说明书拿来读一读，那就是这样上去一趟，然后又回来，就是这样子2趟的车程，我就把它的那个说明书看完了，然后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越了解这副牌之后，就是真的越喜欢它，好，就比我当初对它的爱又更深了这样。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就来拍这个影片，把这副牌卡介绍给大家。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盒就是这个作者 Crystal Banner 他其实是一位设计师，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牌盒就觉得超级无敌特别的在这牌盒的正上方呢，它是一个条码，好，那就好像说这就是一个商品，好，那这个商品是什么呢？这个商品就是爱，好，里面包的就是爱，好，那在这个后面这边有一个像收据这样子的一个图案好，我们可以看到他说 The Price of Love Oracle， 然后Love is
priceless， 这边就讲了，他说爱是无价的。所以呢，在商品描述啊，他说这个商品是什么？是 love， 是爱。那 price 呢？他留了一个空白，那由大家自己去定义它。然后这里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介绍那最底下呢就是作者他所成立的工作室好，那他是用天地盖的方式我们来看看这里面的样子。好，这个说明书它真的是很特别，大家注意看一下，它就是设计的像信用卡一样啊。那这边有那个晶片，然后还有这个可以感应的这个符号。那这边呢有点像那个 Mastercard， 但是它是用黑跟白好，那黑跟白其实很容易就让人家联想，就是两个相对应的能量白天黑夜啊，阴性阳性啊等等诸如此类的那中间这里呢，又就是两个颜色交叠的地方，它呈现的是灰色的我在想，这就是因为这是 the price of love 嘛，一个是指价钱就是物质上，那另外一个是指爱情。那爱情到底它的价格是多少，或者是钱能不能够买到爱情？当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不过他们可能不见得是相对立的，他们可以是像这个黑色、白色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交叠在一起，他们可以是互相支持，然后互相弥补彼此这样子好，那在这个后面，你看，这就完全就是一个信用卡的样子这边还有那个词条，然后信用卡号，然后这个是作者的签名 Crystal Banner， 好，真的是非常有巧思的一个说明书好，那里面呢就是当然就是它的牌卡的介绍啦，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牌卡本人这个牌卡其实我已经用过了，但是为了要拍摄这部影片，所以我特地就是把它的顺序整理回来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牌背的设计这个牌背的设计呢，它是一个黑色大理石的纹路作为它的基底那它的牌侧呢是有镀金的这个设计我觉得就是这个作者做得很用心有一些牌卡它就是侧边可能镀金也好，或是镀银就是我在使用上有时候它会掉那个漆，不过这副牌卡我目前使用上是没有这个问题就那个这个可能镀的这个技术或者是它的材质比较好比较耐用，所以完全不会说沾手或是用完手上就有一些金粉好，那它一共有48张牌卡当我一开始拿到这副神谕卡的时候，我还想它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大，不过后来呢我仔细比较了一下其实差不多我拿另外一副这个神谕卡，这个是从圣旅者神谕卡然后我就比了一下发现其实还好差不多那可能是因为就是它的牌盒这个盖子什么是暖色系的，所以会视觉上让我觉得它好像蛮大，不过OK 还行就是一般神谕卡的这个 size。 好，那我们就一张一张的来看到底在这个商品里头的这个爱作者他赋予的样子是什么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这是Know Your Worth。那作者这边有特别提到说，他把自己的价值放在第一章的用意，就是在于在所有一切你要付出爱之前，你首先呢，你一定要先爱你自己你对你自己有这个 self love 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去散发出你的光散发出你的那份爱那你看他用的那个表现的方式非常的不一样他没有什么人物，但是就是一个金项链
然后在这个项链上面呢，他写 myself and I。哦，这真的是那个寓意蛮深远的。他竟然写的是我自己跟我，所以这也道出了就是我们除了一般跟人之间的关系之外啊，其实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哈，非常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哦。好，那第二章呢，这个是soulmate recognition。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无限大的符号。好，那这个灵魂伴侣呢，它不见得是指情侣的关系，它可以是朋友啊，它也可以是家人啊，好等等哦，就是你发现你跟对方就是有很强烈的磁场共振啊，你们的频率是相同的啊，然后心意啊、想法等等哦，都是可以彼此连结，然后彼此了解啊，这个都可以叫做 soulmate 啊。好，那3号牌它是 growth， 那一样呢，作者也是用一个很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哦，这是百合类的这种橘色的百合或者是我觉得还蛮像金针花的。好，那就是用一个植物生长的样子来代表 growth 成长，生命是可以绽放它的美丽的。好，再来第4章，这个是 sparks 亮点好，这个很像仙女棒的4个东西，这个会让我想到塔罗牌的那个权杖4，不过当然他们2个是不同的意思啦哦，因为在这个神谕卡里头呢，它的这个 spark 指的就是一个可能是稍纵即逝的一个美好的时光啊，或者是一个很开心啊、很欢愉的一个开始啊等等的哦。好，再来第5章，这个是 Wild Card， 这个有点像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玩过一个牌卡叫做 Uno，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哦。那这张它的设计概念也是来自那个牌卡。那这个 Wild Card 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在玩那个 Uno 的时候啊，有一张卡就是它可以让你丢出任何颜色、任何数字完全没有限制的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安全的牌卡当你完全没有牌可以出的时候，你就可以用那张打出去这样那这个 Wild Card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无限的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然后也代表一个未知等等，因为我们不晓得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那再来这个是第6章，它叫 mirroring， 镜像的意思这个很特别的，就是我画面上看起来啦，就是这个应该是女生，好，然后这个应该是男生，但是我不能这样去定义他们，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男生女生。总之就是2个人呢，他作者用的是2个人的轮廓，然后去搭成一个画面然后这2个轮廓是可以很像拼图一样，是可以拼在一起的画面。那这个 mirroring 镜像，我想就很清楚嘛可能你怎么样面对别人，怎么样对待别人，那这个人他可能就是反射给你相同的东西我们常说你会在别人的言行举止里头看到自己的样子因为你心中里头呢有什么样的意象，你就很容易把人事物看成你想的那个样子好，再来这个是 surrender 这个是投降那当然其实它也有臣服的意思那作者用了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符号，就是白色的棋子那这个人呢，他很显然就是沉到这个水底那或许他可能代表就是一个生活的困境也好或者是难题。那不论是什么我们说上天你可能要给我什么样的考验想要让我学习什么样的课题，那你就好好的教导我吧，那我也就好好的来学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接下来这个是dream come true， 这就是代表愿望达成的一个卡片passion
这个是热情啊。那作者用了很多张的小牌卡，传递热情的概念，可能是对于食物的热情啊，或者是对于爱情啊等等诸如此类。Grief and sadness 这是痛苦跟伤心一朵垂头丧气的玫瑰花。好，这个是divine timing 我们叫它神圣的时机。那这个神圣的时机跟我们一般想的那个时间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常说，事情它会在对的时候发生当它不会发生的时候呢，你怎么样的去求，怎么样的去期待，它还是不会发生。但是呢，当时机成熟的时候，那它自然而然就会发生。那个就是好像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上天的安排或者是一个宇宙法则的运作等等，那样的时机就叫做divine timing 你可以说是宇宙或者是你所信仰的任何的上帝神什么的这个神性力量的安排好，再来 quality time 这个很明显，我很喜欢这个很简洁然后干净的画面这就是一个时钟嘛，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然后这个12就在最上面，这不就是时钟的样子吗？那这个 quality time 呢，它指的就是我们对时间的一个概念跟定义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手表，如果跟我比较熟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就会知道，我真的很喜欢手表，就是跟时间有关系的东西，像这个沙漏它是时间的一种具体的代表物品那我之所以喜欢它，因为时间是你可以付出最贵重的一份礼物好，第13张牌，这个是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跟着你的心意走那作者用的是一个路标的形式来呈现好，这张牌就很有意思了，它叫做 Money versus Love 金钱跟爱情那这是一张钞票它折成一个爱心的样子，所以钱到底能不能够买到爱情呢？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在谈爱情跟钱，那你讲到钱就好像非常的俗气但是就像一开始我所讲的，你钱跟爱情它不见得是互相对立的东西，它们很可能是互相支持的东西，对不对？钱或许它不能够买到真正的爱情，但是钱可以支持爱情的发展我们就是生在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都需要金钱的支持不论是你的兴趣你吃等等，那爱情也是好，那到底说我们感情跟面包是不是必须得选择一个？那最近不是有一个很夯的广告词嘛？小孩在做选择，对不对？我通通都要。好，那你认为呢？好，下一张卡是manipulation， 这个是操控、操纵的意思。这个会让我想到The Light Seers 那个光明先知塔罗牌那张恶魔好，第16张牌呢，这个trigger trigger 这个字它是指扣扳机就像这个枪一样那当然这看起来是个玩具枪嘛它这边还有一个旗子bang 不过这张牌非常的有意思怎么说呢？因为这个 trigger 它除了扣扳机之外，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做触动触发，就是指的是可能是某个事件或是某个人物等等任何它可能会触发你的一个情绪反应的那个东西就叫做 trigger 那这是一个双关语嘛，所以作者就是在玩这个文字的游戏好，那真的是很有趣它可能是很惊喜，也可能是很害怕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那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它。
再来这张卡呢，它叫 Eagle 我真的觉得这一张牌卡设计得很妙这个 Eagle 它是指我们有很多讲法，就是可能叫小我，或者是自我，或者是就比较宗教性的，还有叫它我执那作者呢，他用的就是一个影子的方式那这个影子呢，它是怎么样都甩不掉的只要我们在光的底下，我们就一定会有影子嘛那就像这个自我一样 ，ego， 你怎么样你也甩不掉它它也是另外一面的我们那它也是我们的一个部分再来，这是 boundaries 界限好，那这是很像一个栅栏一个铁丝网围起来的一个墙。那这面墙它可能是一种限制或者是一个杜绝外界。不过它也可能就是一种自我保护，或者是让自己可以安全安稳等等好 ，fate 这是命运作者他用的是一个星空来表示它。我真的觉得这个牌让我很有就是想了不少为什么会用星星来代表命运呢？用一个星空不论是什么样的文化呀，什么样的人种的历史或者是文明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大家都会看星象，对不对？不论是中国还是以前什么古巴比伦或者埃及我们人类也发明了很多的星座那这个星座它可能不仅是美丽的一些神话传说，它可能更进一步的也掌握着我们的命运然后牵引着我们的未来作者用这样的设计，包含就是前面的几章，都是一个不会让你直接看到那个标题的物体或者是直接相关的东西反而是用一个好像一个映照的方式来反射出那个东西的象征或者是代表那真的是我觉得是蛮厉害的设计就是给我很多的启发跟想法好，接着第20号这个是robotic。那 robot 是机器人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一只机器人的手臂，它可能就是一个没有感情不带情绪或者是很机械式的言行举止那当然它也可以是网络上跟人的互动或者是一些行为活动等等好，这张牌它就真的是比较特别的它叫做Saudade。这个 Saudade 它不是英文，它是葡萄牙文那这个 Saudade 它的意思呢是失去了某样东西或者是某个人，可是在你失去之后呢，你非常想念，希望可以再有机会见到它，或者是再有机会拥有这个东西，这样子的这种惆怅的情绪作者用这个失去碎片的拼图来表现这样子的情感就好像我们少了生命里头的这么一块或者是2块东西那使得就是好像我们的生命觉得有一个残缺第22号牌这个是déjà vu。这个是法文那它是似曾相识的意思。那这边这是一个旧的 CD 光盘那上面还有一些刮痕。这个刮痕可能我们重复的一直听哪一个段落的曲子，我们可能就是非常喜欢那首歌，那一直不断的 repeat 所以产生了这样子的刮痕。在那个时期呢，你所听到的音乐它就会把当下你的记忆、你的感受你的一切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连结在一起。不过这某种程度上这应该也是时代的眼泪吧。现在应该还有人在听 CD 吗？好，23号牌就是
drama 戏剧啊，这个表现是一个眼罩，而且这个眼罩就又好像是棋盘，西洋棋的棋盘哦。我们说人生如戏嘛，那这个想法呢，不只是我们这么觉得，其实全世界都是如此认为的哦。那当我们戴着面具去面对人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表现，它也可能就是像戏一样啊，或者是我们在应对不同的场合，我们总是会有不同的面具。这个面具不见得是不好的，它可能是一个保护色，那当然它也可以是一种手段嘛，对不对？好，24号牌 romance 就是指浪漫那这个也是很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玫瑰花就代表爱情嘛，而且这个底色呢还用这个粉红色的，所以它可以是一个浪漫的情境，或者是一个浪漫的对象等等任何跟浪漫有关的东西人事物。好，再来这个是 patience 这是耐心这个牌是不是很有趣当我们在下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必须要经过一些深思熟虑那才会去进行下一步。那可能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就是别急慢慢来因为呢，一失足是可能会成千古恨的separation 这是别离，那很明显嘛两个人就是各奔东西。那地平线的另外一端呢，这个太阳应该是落下的，表示一个关系的结束或者是一个事情的结束都可以好，27号牌这个是breakups and makeups 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牌，我以为是就是盘子摔破了。不过这个标题就是很显然 breakup 是分开嘛或者是破碎的意思。可是呢，它后面有一个 makeups 就是弥补或者是补偿那这个画面作者用的是修复过后的破碎盘子这个技术呢是日本的一个工艺，叫做kinzuki这个 kin 是金子的意思，然后 zuki 是连接在一起的意思，所以它是用一种用黄金去修补破碎的器皿的一个工艺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会让这个器皿会更加的有价值或者是有意义因为即便是同样的器皿，但是你摔破了，每一个破碎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修补的痕迹呢，它就好像是这个器皿它的历史的一部分那我们其实也就常常会像这个器皿一样我们会在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或者是挑战那使我们就是好像觉得支离破碎。可是这个裂缝呢，就是创造的开始嘛也就好比伤口是成长的养分。好，再来这个是 unfinished business 未完成的任何事项好，那这个图案还没有画完，可能是因为环境造成的，或者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心理造成的我们也许是不得已没有办法去完成它，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完成它一个未解的结或者是一个未达成的心愿等等29号这个是 shattered 就是破碎的意思就像这个玻璃一样它可以是实际的物品，它也可以是我们的心情好，再来这张这个是euphoria这个意思是指就是很欣喜若狂，很极度兴奋那样子的情绪那画面上呢，这个就是一个光谱的样子就是光的任何颜色，好像透过一个透镜或者是一般的玻璃所做出来的一个折射，那这多半会给人家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感觉再来这个是codependency
这个字的意思是共依存，或者是一个依附关系哦。这个共依存呢，它是非常心理学的一个名词哦。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查看哦。它大概有4种类型哦。这种共依存的关系可能是健康的，可能也是不健康的不管是怎么样，它都是跟我们成长的过程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好，再来这个是confusion， 疑惑这是一个杂讯的画面，而且这些细细密密的线条就是也让我们有一种繁杂的感觉哦。所以你看这个作者表现这个 confusion 疑惑的方式是不是蛮高干的呢？好 communication 这是沟通。沟通的重点不是在音量的大小你如果声音再大，可是频率不对的话，那也是收不到。你如果频率对到了，即便你再轻柔，那这个讯号绝对都是清楚，绝对都是可以被接收到的哦。好，接下来34号牌，这个是 detachment，它是指很超然、很放松，或者是我们讲说就很淡定了让自己没有被情绪捆绑住的那个态度那这边呢是一把钥匙，可以把任何问题的锁解开的东西。好，接着是 friendship，这个很清楚的文字跟图像这个应该不用多说。好，再来是 redacted， 这张牌我真的很喜欢它，因为这个 redacted 这就是表示我们在文件上可能把一些资料某些理由我们必须要把它遮挡起来。可是这样遮挡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看到整个文件它要传达的讯息是什么。那它可能代表就是一个未知的真相这样子。好，接着这个是trapped这个 trap 是受困的意思，很显然这是一个锁头嘛，就是我们被锁住了。那我其实一开始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安排但是在我看过这整套牌之后，就发现这个钥匙不就是解开这个锁头的东西吗？那这2张牌它都是大地色系的底色这张detachment 它所用的底图是绿色，绿色它正好是我们人体7个脉轮的心轮的颜色，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心境的改变或者是提升，基本上这个锁是能够被解开的。各位认为呢？第38号牌，这个标题是 forgiveness 原谅。我一开始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是一只手，然后拿的这个是紫色的风信子好像是要把这个花送给别人那个感觉。好，那我会以为说，这个是不是原谅他人这样的意思不过我看了那个说明书，这个作者呢，他特别提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原谅那我真的还蛮惊讶，因为我认同这个想法，就是我们说其实原谅自己就是原谅别人那我特别去查了一下这个紫色风信子的花语紫色风信子的花语，它指的是悲伤、妒忌，还有忧郁的爱、道歉或者是后悔之类的。那如果这一切的情绪呢，就好像浓缩在这个风信子里头，那我们现在终于释怀了，我们终于把它释放出去了。那第一个得到疏解的，也就是我们自己对吧？好，再来39号这张牌是 contract 合约。除了一些法律上商业上的一些文件合约、契约等等那当然也有可能比如说你可以联想到注册报名或者甚至于是结婚证书，这些事情都会跟这张牌有关系。好，40号这张牌它 love 爱那这边有爱心的项链，
然后这个是粉晶，粉晶也是爱情的象征嘛，我们相信它会带来桃花的好运跟能量啊。那这个人他穿的上衣呢又是绿色的，那刚刚有提到过，绿色是心轮的颜色。好，再来这张是connection 连结，这很有趣，对不对？因为这是一条红色的线，在我们的文化里头，月老呢他会用这个红色的姻缘线把两个注定在一起的人绑起来接下来这张牌是solitude， 这是独处。这个画面真的会不禁让我想到塔罗牌的一张牌卡，叫做隐者就是一个人呢，他提着灯，然后杵着拐杖可能要去寻找他的方向，寻找他的目标。那这边也有同样一盏灯那独处呢，也是跟自己培养关系以及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一个途径好，再来这张牌是 healing 这是一个连连看。那这颗心呢，它是不完整的，那我们必须要疗愈它，修补它，然后完成它好，第44张牌，这个是synchronicity， 这个字是共识性的意思。那它是心理学的一个专有名词这个字它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所创造出来的词那这个 synchronicity 它指的是一种有意义的巧合，然后这个巧合它是非因果关系的这样子的联系那特别是指在我们可能想某一个人，或者是想某一个东西，它就发生了，这个人就出现了。那这会是一种巧合吗？是真的是因为你想了他，或是想了这个东西，它才出现的吗？还是说，其实在思考的时候，这件事情也同时在发生？这个就很像我们讲的那个吸引力法则当你投射出磁场，或者是我们说能量好了，那宇宙呢接收了这个能量，然后它会反馈给你。在西方的文化里头呢，羽毛是天使的代表物所以当我们在任何地方就是看到了这个羽毛也就是说我们跟这个羽毛不期而遇，那它代表了就是天使的祝福那它也是一种讯号而且2个或多个重叠的数字，它就是天使数字那这边是442个4，每一组的天使数字都有不同的含义在第45章这个是 dead end， 死路死路不通那这是一个交通号志，非常清楚了然第46章这个是 interference 这是干扰。那作者用的是许多的涟漪然后他们互相的交叠那这个涟漪很可能就是我们的能量磁场的一个代表然后人与人之间，或者是事情与事情之间他们的交互影响，或者甚至于是交互干扰重叠这样子的画面好，第47章这个是 optimism， 积极正面的意思。作者他用的是仰望天空的画面英文呢有一句话说 keep your head up， 就是你要随时把头抬起来，然后仰望天空，就是代表你要对事情有希望，然后相信它会发生，相信它会实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正面的态度那你觉得这是太阳的光，或者它是希望之光呢？都可以，对吧？好，最后一张牌它叫做 reciprocity 互惠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根蜡烛交接在一起那其中一支蜡烛的烛光呢传递到另外一支蜡烛上那我记得我看过一句话，就是一支蜡烛的火光呢，它可以点燃所有其他的蜡烛那这个火光它可能代表就是快乐幸福或者是爱那当你在传递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火光并不会不见也就是你的
幸福啊、快乐啊，它不会因为我们的分享，然后就变少，或者是就减弱了。大家一起共好，然后这个东西呢，它是会像火一样越烧越旺，而且呢越来越光明的哦。那我们认真看的话，这个火焰它刚好交织出来的是一个爱心的形状哦。好，以上呢就是这个爱无价神谕卡的一个浏览哦，跟简单的介绍哦。那作者呢，他其实有特别提到哦，他认为呢，爱是一种需要投资的东西哦，可能我们要投入的是金钱啊，或者是能量啊，或者是时间等等哦，而且这个投资是我们不确定说能不能够未来有回收的哦。好，那爱呢，它可以是各种的形式哦。它除了情人之外，它也可以是朋友啊、家人啊，或者任何同学之间啊，或者是同事之间等等各种的可能。只要是我们跟任何人所建立的那个关系跟连结，这些都可以被定义成是爱的一种模式哦。那的确，我一开始看到这副牌卡的名字叫 The Price of Love 的时候，我真的一度以为它是不是就是针对感情为一个主题的神谕卡。但我相信我们刚刚这样看一遍，大家也很清楚可以知道，它真的不是只有这么小情小爱而已哦。它在对爱的表现上面呢，真的是包罗万象哦。而且它除了探讨的是我们跟人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那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作者他用一些让我们非常意想不到的方式，表现一些意境或者是场景哦。而且呢，我蛮佩服的一点就是这个作者他还用了不少的心理学的一些字眼啊，或者是哲学啊，甚至于是不同文化的东西哦。然后当然它的设计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清楚的了解我为什么会更加喜欢这副神谕卡了哦。那如果你看了我这支介绍的影片，你对这个爱无价神谕卡很有兴趣的朋友呢，我会把相关的资讯还有购买的管道放在底下的说明栏哦。好，那今天的这个爱无价神谕卡呢的介绍就到这边，希望你们会喜欢。那将来呢，除了塔罗牌的开箱介绍之外，我如果有觉得很不错的神谕卡哦，我也会像这样子来给各位做一些介绍，跟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哦。好，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那记得帮我按个赞哦。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那赶快按下右下角这个订阅按钮，并且把我的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跟朋友。那别忘了欢迎到我的虾皮卖场逛逛哦。